魏无羡笑了，却是一个放松的真诚的笑。他向眼前这位举世歌颂、不苟言笑的韩光君举起剑，朗声道：散修魏婴魏无羡，请韩光君指教。蓝忘机略微怔住，眼中闪过许多光斑，然后微微弯起眉眼，同样举起剑，应道：姑苏蓝氏蓝湛蓝忘机，请为公子指教。争鸣声又起，这是世间第一次见证夷陵老祖用剑，竟是炉火纯青，出神入化。不过半炷香前，方才笃定蓝忘机的剑术天下无双，立刻便找到了对手。有人疑惑道：若在下没有看错，韩光君与老祖似乎是在切磋。剑意虽锋利，却并无杀气，仿佛伯牙子期高山流水，不争第一，盖因知音难寻。原来夷陵老祖并未胡言，他当真并未将世人放在眼里，无人配得上他一个恨字。此战注定名垂青史，总说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可此情此景已然超越比武，含义更深，却叫人不敢再想。然而变故突至，两人切磋正酣，蓝忘机踩着梯云纵滑出去10数丈，尚未站稳，忽然一柄剑冷不丁出现，直取心肺。蓝忘机瞪大眼睛，电光火石之间勉强侧身，避开要害，剑气猛然炸开，瞬间便将那柄剑炸碎了。上品仙剑偷袭不成，反而被毁，偷袭者却似乎并不惊讶。下一个瞬间，第二波攻势呼啸而来，天空中忽然电闪雷鸣，应和着来人修为滔天。魏无羡猛地挥出一剑，劈头盖脸奔向偷袭者。这回浑然不是什么切磋未招，杀意汹涌霸道，只把来人一剑劈到地上，砸出好大一个坑。一时烟尘蒸腾，蓝忘机趁机调整身形，再次站稳，立刻也出一剑，却是劈向完全不同方向，瞬间一处营帐被他劈毁。爆炸过后，露出已经报废的隐身阵法来，原来那处竟是金光瑶躲藏之处。联军众人这才回过神来，大惊失色，连忙亮出法器围上去。只见被击落地的果然是金光瑶，而先前被蓝忘机震碎的仙剑正是恨生。兰陵金氏宗主终于现身，不夜天之战再入新章，杀了他便能得胜。可联军已察觉有些不对，金光瑶精于算计，手段惊人，奈何本人修为平平，很多事情受此桎梏，更何况仙剑被毁，应是穷途末路。然而烟尘散去后，金光瑶却好好的站在魏无羡砸出的那个大坑里，老神在在的笑着，神情桀骜，目中无人。另一边金氏修士们也动了起来，原本两方一起看蓝魏二人斗法，暂时偃旗息鼓，一是因为此事难得，不看是王八；二则因魏无羡立场不明，本事又大，谁也不敢贸然出手，怕被人渔翁得利。而今金光瑶亲自现身，焉有继续摸鱼之理？但见那金光瑶拍了拍衣袖，拉着腔调道：好一出声东击西，两位打架打得痛快，边打却边拆了我所有的防御阵法，佩服佩服，不知是何时发现事态有异的。他问的是蓝忘机、魏无羡二人，可回答的却是蓝曦臣。这位一向好脾气的泽无君此刻竟怒目而视，上前半步咬牙道：从你要杀金小公子开始。金光瑶侧头斜睨着蓝曦臣，挑眉示意他继续。蓝曦臣浑身发抖，金光瑶是恶人不错，然而他在如何护恶不圈，却绝不会伤害精灵。一时无人说话，望羡二人立于半空，面带悲悯。而在战场角落的精灵听到微风送来的话语，也彻底愣住了。蓝曦臣举起剑，直指坑中那身着金星雪浪袍的仙都：你夺了阿瑶的舍，温若寒。头顶雷电不停，乌云渐渐聚拢，有什么大事正在酝酿。精灵在大梵山重伤昏迷，被紧急送回了兰陵。金氏聚集了全族医修，不眠不休，总算在半个月前将小少主救了回来，甚至连一点后遗症都不曾留下。金光瑶白日照顾精灵，兼又处理事务，每日夜半方回寝殿，夜夜饮酒对月发呆。外间已调查出大梵山鬼首为聂明觉，当年赤峰尊惨死一事被揭露的七七八八，要先金光瑶下台之说已是甚嚣尘上。金光瑶已然站在一个路口，他要抉择是真正的六亲不认，还是姑息放手。自第一次被踹下金灵台以来，已过了20年，他自认为早已抛弃了所有道德，可临了了，他竟还是不想杀精灵。他还记得当年他手刃亲子之痛，
他原本想着金光善坏事做尽，对不起天地，对不起妻儿，白白让多少女子心碎一生，叫多少稚子凄惨童年。若换作是他，必定爱护妻子，善待儿女。可惜啊，可惜。可也就是在他下定决心要软禁金陵的那日，秦素于芳菲殿中自尽，留下手书揭露当年之事。自此他敛芳尊彻底身败名裂，再无转圜余地。那日金光瑶独自坐在大殿冰冷的地砖上，抱着秦素已然冰冷僵硬的尸身，身后再无一人。各家修士前来讨说法，蓝曦臣执剑站在他对面，眼中有惊有痛也有恨。金光瑶不由笑了，隐忍20年，人前风光，人后算计，他这一生都未如此畅快的笑过。良久之后，金光瑶吐血倒地不起，而在醒来时，他已不再为人。他附在了列兵之上，随着蓝曦臣来到了云深不知处。而后不知日月，浑浑噩噩，不知不觉间却被一个不知底细的香炉吸走了魂魄，在其中晃过了许多走马灯。带出来之时，那香炉就待在了他的子府之中，随后他竟是修出了什么本领似的，能以魂魄之身自由行动了。紧接着他便听到蓝氏子弟来报，金光瑶可能要杀金陵，不由大惊，连忙随着蓝忘机前去救援，之后便在兰陵远郊重逢了许久不见的金陵。他不知过去了多久，也不知如今的金光瑶是何人，但他知道他离开时，金陵虽是重伤出狱，状态却还不错，在金陵台仔细养着，细皮嫩肉的，还吃胖了一些。可重逢时，金陵满身狼狈，身上大小伤口不少，若非江婉莹与蓝忘机及时赶到，便要葬身于金氏修士剑下了，那是久违的心痛与着急。此时他方知这些年的陪伴与守护并非虚情假意，他这一生都戴着面具，仙门百家熙熙攘攘，因利聚，因利散，利用别人，被人利用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。唯有金陵，只有金陵是纯白而无辜的孩子，只是与他血脉相连，再无任何别的欲求。许久以前，他站在金子轩与江燕离坟前，不知有几分真心的发誓，他必定护佑金陵一生平安顺遂。然后他便甘愿荣誉健身，从此之后没有转世，没有来生，一介弃灵，信守承诺。蓝忘机自离开姑苏前去救援时，便察觉身旁有灵跟随，但对方显然并无恶意，他也便没有除灵。而救下金陵后，那灵却离开了自己，反而附到了岁华之中。须知死后若怨恨未消，则化身恶鬼，若尚有执念，则徘徊不去。无论如何都不会愿意做弃灵，从此不再为生灵，不过是一把兵器而已。再想到金光瑶下令诛杀金陵，大战一触即发，蓝忘机便立刻想到了此间缘由。他不动声色，暗中护送蓝景仪、蓝思追与金陵前去寻找可能复活的魏无羡，既因心上人归来，相思之苦终归要去一见，也因魏无羡精通生死之事，想要找他一问究竟。而魏无羡也并未叫人失望，在看到金陵的第一刻，便确定岁华有意。在两人重逢的第一个夜晚，他们月下闲聊，谈到此事，疑点颇多。魏无羡从熟睡的金陵身旁拿来了岁华，本想以符篆逼出剑灵，剑灵却直接现了身，两人的猜测由此有了答案。剑灵确实是金光瑶，在金陵台的肉身应是被夺了舍，可问及是何人夺舍，金光瑶也说不知。金光瑶瞧着蓝忘机、魏无羡两人低头思索的样子，一时有些恍惚，想起射日之争时，两人多次在沙盘前思考战略，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。谁知道春去秋来，斗转星移，已死之人再回现世，仍能遇到清心之人，千里万里寻他而来。他道：魏公子，当年子轩与令姐之事，是我铸成大错，你要如何报仇折磨，金某绝不反抗。只是阿玲到底无辜，求魏公子看在阿玲的份上，去除了夺舍的恶鬼吧。彼时月光皎洁，勾勒出魏无羡俊朗的轮廓。世人皆传夷陵老祖青面獠牙，而实际上魏无羡生的剑眉星目，风神俊朗，修习鬼道之后，气质越发诡谲，外貌变得日益妖冶，更有别种风情，叫人不敢直视。而今被强行献射，占了别人的身子，内里也不复过去阴沉。他较从前身量娇小了许多，褪去那些非人的妖艳，仍旧是风神俊朗，
却显得天真许多，似乎无欲无求，无仇无恨。魏无羡便这样凝望着金光瑶，一双眼睛倒映着夜空中璀璨的月光，仿佛20年前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。